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是否曾怀疑过，我们所经验的这个宇宙真的有里与外吗？有开始与结束吗？又或者，这一切只是我们用头脑硬塞进去的逻辑？今天，我要带你走进一个奇妙的几何世界——克莱因瓶，一个没有内外之分的存在，却可能是宇宙本质最接近的隐喻。克莱因瓶看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玻璃容器，但它没有真正的内部，也没有真正的外部。想象一下，你是一滴水从这个瓶子的外部滑进去，你会以为自己进入了一个内部空间，但最后你会惊讶的发现，你其实又回到了外面，只是你根本分不清里面和外面在哪里分开了，因为这个瓶子根本就只有一个面。克莱因瓶是一种由德国数学家费利克斯·克莱因在1882年提出的数学曲面，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明确的内侧或外侧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是一只小虫，沿着克莱因瓶的表面一直走下去，你会发现自己不知不觉间从外面走到了里面，而这整段旅程，你从未跨过任何边界，因为边界根本不存在。上集我们提到莫比乌斯带，那种只有一面的神奇带状物。那么克莱因瓶就是它的三维延伸，莫比乌斯带的表面只有一个面，一条边，而克莱因瓶则把这种奇特的几何性质带进了立体空间，让它的表面成为一个无限循环的整体。听起来很抽象，对吧？但有趣的是，这种没有边界却自我连结的特性，或许可以成为理解宇宙的一种隐喻。想象我们的宇宙并不是悬浮在某个外部空间里，而是像克莱因瓶一样自我封闭，却又无限延伸。你无论往哪个方向前进，最终都会回到原点，但这过程中你从未碰到尽头，因为根本没有尽头。那么，克莱因瓶这种没有边界的几何结构，究竟与我们所处的宇宙有什么关系？传统上，我们常把宇宙想成一个巨大的球体，好像它有一个明确的边界，外面还有某种空白或更高维度的空间。但这样的想象会立即碰到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：那个球体的外面是什么？我们是否能穿越出去？根据现代宇宙学的观点，宇宙其实并没有这种像硬壳一样的边界，而是自我封闭并持续延展。这就像克莱因瓶的表面一样，即便它位于三维空间中，但它本身并没有外部和内部。如果把宇宙视为类似的拓扑结构，它可能在更高维度中自我连结。这意味着宇宙不需要外部空间来承载，它可以在自身内部完成所有延伸，就如同克莱因瓶的表面无限循环，不断延展。这里有个很有趣的观念，无限延伸并不代表无穷大。在克莱因瓶上，小虫一直走，永远走不完，轨迹看起来是无限长的，但整个几何空间其实是有限而封闭的。这种有限空间、无限路径的概念，其实就非常接近现今大多数宇宙模型的核心假设：宇宙可能是封闭的，但在内部的任何方向上，路径都可以无限延伸。当我们把这种拓扑结构放大到宇宙尺度时，会得到一个很惊人的结论。无论我们朝着哪个方向观测或移动，都只是在这个巨大的自我连结曲面上行走，我们看不到尽头，也找不到任何一处边界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我们其实是在一个四维版本的克莱因瓶里面生活，只是我们现在的感知方式上无法直接理解这项事实。如果宇宙真的像克莱因瓶一样，是一个没有外部、没有边界，却能无限延伸的拓扑结构，那么有一个问题就会自然浮现。我们所感知的方向与距离，是否只是被限制在这个几何结构中的一种相对幻想？或者说，更深层的现实也许并不在外部，而就存在于这个自我循环的内部之中。接下来，我想带你从这个几何模型走向一个更深的思考：意识与宇宙是否也是同样的自我连结结构？既然宇宙可能是一个无边无际却自我连结的拓扑结构，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进一步思考，这样的架构是否只存在于物理空间中，还是
其实也同时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乃至万物的灵性本质里呢。在科学上，我们将克莱因瓶看成是一种几何拓扑结构，但在哲学上，这个结构还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性。它提醒我们，很多看似对立的概念，其实可能只是同一个完整系统中的不同路径而已。例如，内与外，主观与客观，自我与万物。就像克莱因瓶的表面，小虫沿着路径走着走着，便从内面进入外面，然而整个过程没有发生任何跳跃。在许多灵性哲学当中，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观念，内在与外在是同一个存在的两种呈现。神性不是存在于外部，而是存在于万物本身。如果我们将宇宙视为一个类似克莱因瓶的结构，那么外在的宇宙与内在的意识，或许根本就是同一条曲面的两种观测角度。当你不断探索外部宇宙，你最终也会走回自己的内在中心，反之亦然。这也就是许多智者在静坐或冥想中体悟到的东西。你并不是站在宇宙之外看着它，而是正处于它之中，甚至可以说，你就是它本身的一部分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克莱因瓶不只是一个数学玩具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圆满并不是到达某个终点的结果，而是从一开始就已经存在于整体之中。它不是特定位置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特征。换句话说，灵性追寻并不是去寻找某个宇宙外部的更高存在，而是回到这个自我连结的整体之中。就像走在克莱因瓶的表面一样，看起来好像永远在前进，其实始终就在圆满之内。所以，当我们问克莱因瓶能否用来解释灵性哲学，也许答案不是肯定或否定，而是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。宇宙不一定是线性的，也未必有一个外部。也许我们所有的问题，所有的探索，最终都会回到同一个原点。而那个原点，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在深处。如果宇宙是一个自我连结的克莱因瓶，那么时间又是如何在其中展现的？时间是否也像空间一样，只是某种回圈？如果宇宙的空间结构真的像克莱因瓶一样是自我连结的，那么我们自然会问，时间是否也同样如此？时间真的是一条直线，还是一个封闭循环的拓扑结构？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习惯把时间当作一条一直往前走的线，过去已经发生，未来还没到来，现在只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个瞬间。但当现代物理学开始处理宇宙尺度时，这种线性时间观就变得越来越不适用了。在广义相对论中，时间会因重力曲率而被扭曲。在量子领域，粒子甚至可以在不同时间状态之间叠加存在。于是，科学开始出现一个惊人的可能性：时间不是直线，而是封闭曲面。我们可以用克莱因瓶做一个简单的比喻。小虫沿着表面移动时，路径是连续的，没有断点，但它已经穿越了原来所认知的外面里面。如果把空间换成时间，小虫就代表我们的意识。从意识的角度来看，你现在的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在这个曲面上通向不同的路径，而那些路径最终又会重新交汇，回到同一个节点。看似是不同的未来，但其实都在同一个拓扑结构之中。这正是多重实相 （multiple realities） 的一种数学模型，它不是平行，而是共存并相互连结。很多灵性经典都提到一个观念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是同时存在的。这听起来像是一句抽象的玄学，但如果我们以克莱因瓶作为参照，这句话突然变得非常具体。就像小虫永远走在同一条曲面上，看似踏入新的区域，其实只是回到同一个结构中的另一个位置。而我们的意识也可能在这个宇宙曲面上的不同节点之间来回穿梭，只不过在线性思维的框架内，我们把它叫做过去、现在与未来而已。换句话说，每一个当下其实都包含着所有可能的过去与未来。灵性显化之所以能发生，是因为你透过意识频率，在这个曲面上选择了某一个节点作为你所经验的实相。也许宇宙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开始，也没有明确的终点。就像克莱因瓶，它既不是外部空间的容器，也不是朝向某个目的地的直线旅程，它是一个圆满自洽的结构。
当我们把这种结构应用在时间、空间与意识上，就会发现，宇宙不是你要去抵达的地方，而是你正在不断体验的自己。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觉察，其实都是在这个曲面上打开一条新的路径，而所有路径最终都回到一个地方，你的内在核心。所以不必急着寻找终点，真正的答案其实正隐藏在你每一个当下的回圈里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